自从中国加强对台海的军事压力以来，许多人都在猜测战争是否会突然爆发。大陆军机频频绕台巡航，军舰在台海游弋，言辞上更是不时放出不惜一战的强硬信号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尽管气氛如此紧张，北京方面却始终没有真正对台湾动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仅仅因为时机未到，亦或是因为忌惮某种力量？最近在一次国际论坛上，一位美国专家的一番话点破了其中的真相，现场听众一时间竟无人出声，仿佛被这简单的一句话镇住了。本篇报道，我们就以这位美国专家的视角为引子，层层剖析中国到底为何迟迟不敢武力统一台湾。首先要探讨的是，如果中国选择武力统一台湾，在军事上将面临怎样的代价和风险？可以想象，两岸一旦开战，将是近年来规模最大、最惨烈的冲突之一。台湾海峡虽然狭窄，但毕竟有上百公里宽，对解放军来说，这意味着必须跨海进行两栖登陆作战。历史上，两栖登陆被公认为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。解放军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，就再没有真正打过仗，更别提大规模登陆作战了。如今装备是现代化了，但实战经验近乎空白。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部队贸然发动如此庞大的攻台行动，其风险可想而知。让我们具体想象一下场景，解放军数十万大军横渡台湾海峡，准备强行登陆台湾本岛。台湾方面早已构筑了完整的防御体系，从海岸滩头阵地、岸防导弹，到精锐的陆军和预备役部队虎视眈眈地等待着。如果解放军真的赶来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枪林弹雨。即便解放军拥有数量庞大的导弹和空军，可以对台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压制，但要完全摧毁台湾的防御意志和能力，并非易事。何况台湾军民还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展开顽强抵抗。台湾本岛多山多丘陵，一旦解放军突破不了几个主要港口和滩头阵地，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。到那时，想撤退也难，进攻更难，伤亡数字将不断攀升。更严重的是，一旦冲突升级，台海很可能不只是两岸自己的战争。美国一直暗示不会坐视台湾被武力吞并，美军及其盟友极有可能直接或间接介入。试想，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先进潜艇部署在附近海域，随时准备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船团和后勤补给，会发生什么？中国再庞大的军队，在美日等强大海空军的围堵下，也可能付出惨痛代价。坊间有消息指出，美国某智库曾进行兵棋推演，结果显示，解放军若发动对台攻势，其两栖登陆舰艇可能在美日联军的反击下损失高达90%，海空军精锐大量折损，攻台部队伤亡数字惊人。就算最后勉强有部分部队登陆，也很难全面占领全岛。可以说，军事上即便中国最终把台湾拿下，也几乎注定是一场惨胜，胜利的代价大到令人无法承受，更别提还有失败的可能性，那将是对北京政权极为严重的打击。所以，从纯军事角度看，北京高层绝对明白攻打台湾绝非易如反掌，反而可能是一场赌上国运的危险冒险。除了枪林弹雨、生灵涂炭的军事风险，武统台湾还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，这一点同样令北京投鼠忌器。现今的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，大陆是许多跨国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市场。一旦台海开战，西方国家几乎可以肯定会对中国祭出严厉的经济制裁。从近期俄乌战争的情形就能略窥一二。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，美国和欧洲联手对俄实施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，大量俄罗斯海外资产被冻结，关键技术和产品禁运，大批西方企业纷纷退出俄罗斯市场。试想，如果类似的制裁措施落在中国头上，会是何等局面？首先，美元和欧元等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的反制将是毁灭性的。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海外资产，一旦美国冻结中国在海外的资金，限制中国银行进入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，中国的对外贸易将瞬间陷入瘫痪。中国每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相当大的比重，失去正常贸易结算渠道，
制造业和出口行业将遭受灭顶之灾。同时，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也会受阻。中国是石油和粮食净进口国，海上能源通道一旦被美日封锁或者国际制裁阻断，国内能源短缺和物价飞涨将接踵而至。这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问题，长期看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危机。其次，外国资本的撤离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。多年来，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设厂投资，不少国际品牌的供应链深深扎根中国。如果北京当局对台动武，跨国企业必然人心惶惶。即使西方政府不强制要求企业撤离，中国本土的战时状态和不确定性也会吓跑很多投资者。想象一下，战争阴云下，国际航班停飞，海运受阻，市场需求暴跌，法治环境急剧恶化，这样的经营环境，哪个外商还敢留下？外资的大规模撤出将直接导致工厂停工，大批工人失业，资本外流和税收锐减，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。而且一旦企业退出，要再让他们回来恐怕非常困难。供应链一旦转移到其他国家，比如越南、印度等，中国将永久失去这些生产订单和就业机会。再次，武统台湾可能引发国内外投资市场信心崩溃，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和富商也会因为战争前景而转移资产，减少投资。股市、楼市等资产价格很可能暴跌，人民币汇率也会承受巨大压力。资本管制即使严厉，也难挡市场恐慌情绪。可以说，发动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不亚于一次金融风暴。北京多年辛苦创造的繁荣成果，可能在战争与制裁的双重打击下一夕归零。如此严重的经济代价，真是北京敢贸然用武的重大顾虑之一。正因为如此，有分析指出，中南海迟迟不敢对台动手，经济账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。在讨论台海问题时，我们不能忽视更大的背景，那就是当今的中美战略对抗格局。在冷战结束数十年后，中美两国如今正渐渐走向一种新冷战或战略竞争态势，而台湾问题正处于这场对抗的中心地带，成为双方都密切关注的一条红线。对北京而言，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，是民族统一大业，甚至被视作关系到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大议题。北京多次强调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防止台湾独立，并且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公开写明，如果出现台独等情况，将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。这意味着，在北京眼中，台海局势某些底线是绝不能碰触的，比如台湾正式宣布独立、外国军队驻扎台湾等等，这些都是中方的红线。而对美国来说，台湾则被纳入其印太战略的整体框架。华盛顿虽然在1979年与北京建交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，但同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持续支持台湾防御提供了法律依据。美国官方至今奉行所谓战略模糊政策，不明确说明在台海发生战争时是否出兵相助，但从美国近年的种种举动看，已经把防范中国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作为一条不可退让的红线。特别是在中美整体对抗加剧的背景下，台湾被视为第一岛链的关键一环，也是美国遏制中国海洋扩张的前沿阵地。美国决策圈普遍认为，一旦台湾落入北京之手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体系和威慑力都会遭到沉重打击，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平衡将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，这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。因此，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其实都把台湾问题视作对自身至关重要的红线，北京绝不容忍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，美方则绝不容许北京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，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平衡。双方在台海问题上言辞激烈，但又都相当谨慎，因为任何一方稍有越界，就可能引发直接冲突。就像两列迎面而来的火车都亮着警灯，却都不敢轻易冲过那根中间的红线。近年来发生的许多事件，其实都是在这根红线附近的试探和博弈。比如2022年佩洛西访台，引发大陆大规模军演，导弹飞越台湾上空；又比如美国不断有议员、高官访台，美军军舰穿越台海，以及中国军机几乎天天绕台巡航。这些举动都在刺激对方的神经，但双方仍有所克制，
没有真正擦枪走火。究其原因，正是因为彼此都深知台海是两国对抗的敏感点，一旦在这里爆发冲突，就等同于中美两大强权在亚太直接对决，那将是灾难性的。对北京来说，他们既想恐吓台湾，威慑美国，以阻止台独倾向，又不敢贸然真的打响第一枪，因为那意味着踩过中美战争的红线。对华盛顿而言，他们要挺住盟友和国会的压力，一方面对台湾表示支持，增强下阻力，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刺激北京直接动武，同样是在红线边缘小心拿捏火候。这样的战略博弈使得台海虽然危机四伏，但始终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和平。为何台湾问题能成为如此牵动各方神经的焦点？这与台湾本身的战略地位密切相关。台湾之所以举足轻重，既有地缘战略上的意义，也有经济科技方面的价值，还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象征意义。从地缘战略来看，台湾的位置实在太关键了。打开地图一看，台湾恰好位于东亚第一岛链的中心点，北边不远是日本琉球群岛，南边隔着巴士海峡就是菲律宾。台湾宛如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，横卧在中国通往太平洋的要道上。如果北京拿下台湾，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就能以台湾为前进基地，直接将军事触角伸向西太平洋深处，对日本、关岛甚至更远的太平洋岛屿形成威慑。届时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将被撕开一个巨大缺口，第二岛链甚至夏威夷都可能感受到压力。因此，台湾在军事上是扼守中国出海口和美军西进的重要战略要地。正因为如此，美国和日本绝不会轻易让台湾落入北京之手，否则整个亚太的战略平衡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除了地理位置，台湾的经济和科技价值也不容忽视。众所周知，台湾是全球高科技产业的重镇，尤其在半导体领域居于霸主地位。台湾的芯片制造企业如台积电等，供应着全世界极大比例的先进芯片。一旦台湾发生战争，不仅台湾本身的经济会遭受毁灭性打击，全球科技产业链也将陷入混乱。更别说，如果北京掌控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，那将使中国大陆在科技上获得巨大利益，同时其他国家会面临供应链被卡脖子的危险。当然，在现实中，台海一旦开战，这些高科技工厂很可能反而会被破坏殆尽，成为废墟，因此各国才更不希望战争发生。然而无论如何，台湾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提高了各国干预的意愿，毕竟谁都不愿见到自己依赖的芯片突然断供。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，台湾的分量同样不轻。台湾是一个在华人社会中运行成功的民主政体，与大陆的威权体制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而言，台湾是自由民主在东方的一面旗帜，也是证明华人社会可以实行民主的重要案例。如果台湾被北京以武力征服，西方民主国家会视之为威权对民主的一次重大打击，因此绝不会坐视不管。相反，他们会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捍卫台湾，既是捍卫一个小国的自由，也是捍卫民主价值在全球的信誉。同样地，对北京而言，台湾的存在本身就有某种制度比拼的意味。尽管北京强调统一大义，但也深知台湾多年繁荣发展的事实，等于是在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。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另类中国长期存在且更加自由富足，确实让北京脸上无光。因此从意识形态角度，北京也有动机想拿下台湾，消除这个对比。然而正因为台湾涉及如此复杂的战略、经济、价值因素，各方才更加慎重。台湾就像一块多米诺骨牌，只要一倒，下游影响深远，没人敢轻易推动它倒下。美国虽然对台湾采取战略模糊政策，但通过各种实际行动暗示了对台防卫的决心，这其中隐藏的潜台词值得剖析。首先，尽管美国没有明说一定保卫台湾，但一直在强化台海军事准备。一方面，美国持续对台军售，不断升级台湾的防卫力量，将台湾武装成刺猬，让解放军即使登陆也会陷入长期苦战。美军还据报道派出人员协助台军训练，可见绝非袖手旁观。另一方面，美国与盟友多次在亚洲举行联合军演，战舰频繁穿越台海，
用实际行动告诉北京，如果你动武，我们和盟友随时可能介入。其次，总统拜登上任后曾多次明确表示，如果中国攻台，美国将防卫台湾。虽然事后官方澄清政策未变，但这样的表态实际上透露出相当清晰的信号。潜台词无非是告诉北京，不要心存侥幸，美国不会坐视不管，这比过去模棱两可的说法更具威慑力。北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，只是嘴上抗议美国模糊变清晰，但不得不认真考虑美军介入的可能。最后，美国整体战略重心早已转向印太，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同盟网络不断强化。日本冲绳、关岛的美军基地在加强战备，澳大利亚、菲律宾与美国的合作更加紧密，美英澳建立 AUKUS 联盟，都是为了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。美国的潜台词很明确，保持台海现状符合美国利益，一旦北京试图以武力打破现状，美方将竭力阻止。华盛顿真正承诺的是维护台海现状，这意味着只要台湾不主动宣告独立，美国就不挑起战端。但如果北京先动手，美国的威慑就会变成实际行动。对北京来说，这无异于设下了一道险峻的红线。台海之战如果爆发，不仅是军事与经济的较量，更会引爆全球舆论海啸，带来民主国家的一系列连锁反应。可以想象，当电视上出现台北燃烧、市民逃难的画面时，国际社会会作何反应？首先，国际舆论几乎肯定一边倒谴责北京攻台，就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全球谴责一样。中国对台湾动武将被视为公然的侵略。各国媒体报道平民伤亡、难民潮的悲剧画面，会引发全球的同情和愤慨。北京将背负沉重的道义指责，成为众矢之的。这对一直想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中国而言，无疑得不偿失。其次，民主阵营国家势必形成统一战线，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和反制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友不仅自己会出手，还会拉拢更多国家一起施压。欧洲国家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印太安全，台海开战时，他们很可能在外交和经济上配合美国制裁中国。民主国家甚至可能组建援台联盟，像支援乌克兰那样提供武器、情报和人道援助。中国因此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，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决裂，几乎变成与世界对立的一方。再次，周边邻国也将人人自危，区域局势全面紧张。日本可能借机大幅扩军备战，韩国、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各国会加倍依靠美国保护，印度或许也趁机在中印边境牵制中国。中国武统台湾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，地区军备竞赛加剧，安全形势急转直下。中国本已因南海、新疆、香港等问题与西方关系紧张，若再背上侵略台湾的恶名，中美、中欧关系都将跌到冰点。届时能站在中国一边的，恐怕只有极少数如俄罗斯、朝鲜这样的国家。中国将失去绝大部分国际市场和合作机会，长期发展蒙上阴影。最后，攻台还可能标志着全球新冷战的正式爆发，世界将重新分裂为两个互不信任的对立阵营，国际合作体系崩解，全球化严重倒退。这种前景极为严峻，绝非北京愿意见到。因此，国际舆论和民主国家的连锁反应，也是让北京在武统问题上心生顾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除了外部因素，北京还必须考虑国内的不稳定和政治风险。如果对台开战，不仅国际形势险恶，国内也将波涛汹涌，这甚至关系到中共政权自身的生死存亡。首先，战争一起，中国社会将进入战时状态。长期享受和平的民众突然要面临征兵动员、伤亡通知，社会心理会遭受巨大冲击。开始时，也许民间民族主义高涨，但当真有大量官兵阵亡消息传回，胜利迟迟看不到时，民意很可能从狂热转为质疑，甚至反对。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如此，一旦战事陷入僵局，国内支持就会迅速瓦解。在中国这样高度控制言论的国家，一旦压抑的怨愤爆发出来，威力将格外大。决策者不能不担心，武统一旦不顺，民众的不满情绪可能演变成社会动荡。其次，战争引发的经济崩溃和民生困苦也会极大冲击稳定。失业潮、物资短缺、物价飞涨、
停电、油荒等问题，任何一项都足以引发民怨。而如种困难叠加，全国可能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。近年来，中国在经济下行或严厉防疫时，已经出现过民众抗议。如今若因战争导致生活水平断崖式下跌，大规模骚乱并非不可想象。中共素来强调稳定压倒一切，可武统台湾恰恰会带来无法控制的长期不稳定，这怎能不令当局忧虑？再者，党内政治风险同样突出。习近平把统一台湾视为历史使命，但其他高层未必愿陪他冒险。一旦攻台成为惨败或泥潭，最高领导人威信将遭重挫，党内可能出现反对声音，甚至权力斗争。专制政权在战争失败后内部倒戈的例子，古今中外不少见。如果战局对中国不利，一些潜在的政敌或元老可能趁机逼宫，要求更换领导层来挽救局面。对于执政者来说，贸然发动战争可能赔上自己的权利和性命，这绝对是最大的政治风险。最后，战争还会考验中共对舆论的控制力。官方固然会极力鼓动民族主义，塑造胜利正义的叙事，但真刀真枪干起来后，若战况不如人意，这种宣传恐怕维持不住，反而引发民众强烈的心理落差。现代通讯技术发达，前线消息就算严密封锁，也难免泄露。一旦人民发现实际战况与官方宣传相去甚远，愤怒和失望情绪将难以抑制，外战很可能激化为内乱，这无疑是北京最不愿面对的局面。总之，国内种种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北京决策武统时极为现实的顾虑。如果一场对外战争最后引火烧身，导致政权动摇，那显然是得不偿失。所谓攘外必先安内，内顾之忧未解，北京又怎敢轻启战端？综合以上种种因素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北京至今迟迟没有对台湾动武，绝非偶然，而是经过精心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。军事上的巨大风险，经济上的沉重代价，国际环境的强大压力，以及国内的不确定性，都令北京投鼠忌器。在这一系列掣肘之下，中国领导人纵然心有统一台湾的雄心壮志，却也不敢轻启战端。用一句形象的话说，北京目前是能拖则拖，能吓唬就吓唬，但绝对不首先开火。一位美国专家的评论可谓一语道破了其中的核心原因。这位专家指出，北京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，并不是因为不想统一台湾，而是因为一旦发动战争，他们可能失去的东西远比得到的多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赔不起3个字。具体而言，这位美国专家预判，如果习近平下令对台开战，初期或许能够占据军事上的一时优势，但随着美国和盟友的介入，以及战争的持久化，中国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。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即使武力夺下台湾，也因战争带来的综合打击而元气大伤，国力衰退数十年，得不偿失。更悲观的可能，则是战争失败，导致中共政权威信扫地，甚至出现内部崩溃。在这位专家看来，北京高层其实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才迟迟按兵不动，更多采取灰色地带的恫吓战术，而非真正开战。正如这位美国专家警告的那样，如果北京妄动刀兵，那么等待他们的结局将是自己政权的垮台。据说当这句话在论坛上说出时，全场一片寂静，大家意识到这听似夸张的一句话，恐怕正道出了隐藏在台海局势背后的关键真相，那就是北京当局有所忌惮的根本原因，不是别的，正是对自身生存的担忧。那么未来会怎样呢？当然，没有人能给出现成答案，美国专家们也只是各抒己见，有的甚至认为北京可能在某个节点孤注一掷。然而多数理性的分析认为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北京仍将谨慎行事，通过恐吓和外交手段来渐渐削弱台湾的抗拒，而不太可能贸然发动大规模入侵。正因如此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台湾海峡维持和平的表象，但这不意味着风险不存在。台海宛如一枚险象环生的棋子，只要国际格局稍有风吹草动，都可能让紧张局势升温。我们只能希望两岸和各相关大国都继续保持克制，让理性战胜冲动。归根结底，中国不敢贸然武统台湾，不是因为放弃了统一的目标，而是因为现实的代价过于高昂。正如那位美国专家一语道破的，
发动台海战争将可能断送的不仅是台湾的未来，更是中国自身的未来。与其同归于尽，不如继续寻找别的出路。这或许就是当下台海局势得以维持微妙和平的真正原因。观众朋友们，不知道您对这场博弈有何看法呢？历史的车轮仍在前行，我们静观未来，但愿理智与和平能够最终胜出。